如果你问我9月最重磅的魔玩是哪一个，我的答案不是 MB 也不是超合金，而是这台罗布魂的凤凰高达。小时候偷拿叔叔 PSP 玩 SD 高达 G 世界 F 的过往还历历在目啊！一开始合成图纸，最后蹦出这个家伙来的时候，那造型和动画真的是惊艳到我。作为一台 SD 才是正比例的原创机体来说，能出正比例的 Robo 的魂真的是不敢想象的。只不过这份童年回忆来的有点太晚了。我本来是抱着十足的期待准备开箱，带各位好好领略一番这台标杆级原创机体的魅力，但刚开箱我就直接裂开了。一开盒就是各种零件掉件啊，整个东西拿在手上是松松垮垮的，甚至连自立都有点困难。尤其是这个右腿啊，基本就是无法把持的状态，我的期待值一下就跌入谷底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先从可动来看看各处关节的设计。首先，头部能做一个30度以上的低头，这个还算是不错的。但是，一旦抬头超过20度，稍微用点力，这个头就会连根拔起。毕竟之后要变形小飞机啊，头是要插拔替换的。其实后脑勺这里的造型也做了抬起的避让，明明是个很优秀的设计啊，但你偏偏要把连接插桩做得那么短那么松，就真的是让我非常的不明白了。左右的歪头幅度其实也不错，大概也有20度多一点的样子。理论上360度的转头也是没问题的，不过嘴巴和后脑勺太长会干涉到衣领，而干涉的结果就是如果你一用力就会把头给拔掉。手臂可能因为重点在翅膀的原因，所以做的还算不错，向前拉伸能拉到30度以上，向后也能有10度左右的转幅。大臂360度大风车没有什么问题，虽然这里也是一个球关，但紧实度反而相当的优秀啊。同时侧平台的翅膀做一定的避让之后，也能抬起到90度。大臂根部也给了360度的平转关节，同时曲轴也是双段的关节，能达到150度，即使翅膀有干涉，这里也没有做偷懒。同时手腕的小球关有个20多度的灵活摆动的范围。然而来到腰部，这些傻逼的设计又开始了。首先，如果前倾用力过猛的话，会把髋把给顶掉。为了防止不做太监呢，前倾到30度就必须得停手。后仰就还好，大概也有30度左右。左右侧摆大概10度吧，有是有啊，但是微乎其微。而这个转腰就真的是要气死人了，可以看到这里才90度就掉了一颗腰子下来啊。当然，如果你完全不在乎腰子的感受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做360度转腰的。这个腿部就更无语了，我这个左腿可以毫不费力的瞬间截肢啊！可以看到这个用的是这种大球关，而且还给你做了下拉的关节，明明是很好的设计啊。由于没有裙甲的干涉呢，前踢可以轻松的踢到头顶，后踢也能非常轻松的达到90度。侧踢这里就露馅了，这重力感应啊，给我气笑了。而且侧踢的幅度也不大，下拉的关节打开，两条腿加在一起的话，也才135度多点，只能说体验很糟糕啊。同时大腿根部是没有平转关节的，所以只有球关这样的30度转幅，也就最后屈膝稍微给力一点，能达到180度，小腿贴住大腿。脚部有做特殊的设计，可以把整个脚掌给展开一段。整个脚部可以向前上抬45度以上，也能向前后挪动。内部是一个双端的球关，所以向后也能达到45度以上，还是很不错的。同时两侧脚踝装甲可以打开避让干涉，展开后的接地也是很不错的，向外能达到30度以上，向内更是能达到45度以上，接近60度。脚掌球关也能做一定的平转。其实整个本体看下来啊，这个可动设计思路是真的不算差啊，除了没给大腿的平转以外，但实际把零件组合在一起后的这个质量感觉就非常的垃圾，就感觉买了个 N 手货一样。我本来一开始最担心的是翅膀的可动啊，结果人家翅膀做的是相当不错的。首先后方的翅膀能做180度的抬起，同时根部关节也能自由的平转。推进翼的部分则做了一个两段式的折叠转轴，全部拉出来之后，不管上抬下收还是平转都非常的轻松。而前翼也做了这样的设计啊，不仅可动性非常的好，最关键的是一点也不松。那规矩的设计和垃圾的做工如此鲜明的对比，我也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不过视频还是要做完的，毕竟800多买的快货，就算是屎也要把它吃完。那接下来咱们还是来聊聊本机的机设。机体编号 GGF-001 凤凰高达是我当年玩的第一部 SD 高达 G 世纪 F 里的原创机，不得不说当年还是吃的太好了呀。该机的设计非常的另类前卫，于是迅速走红，后期也补充了大量的背景设定。比如本机是从大师凤凰高达改进而来，是存在于黑历史的机体，本机来自太阳系以外的地方，并且该机的装甲为纳米机器人装甲，和盗 A 大 bug 一样，受损后只要时间足够，装甲就能自己完全修复。另外能源系统也不明确，据说能在无推进剂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航行，其他的资料就几乎隐匿了。不过当年印象最深的是除了凤凰高达，就属那对原创人物里唯一与众不同的小马哥了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舰长或者队长啥的呢，画风都跟别人不太一样。
模型方面，这次肉魂的还原度，当然我也不能叫做还原度了，因为我熟悉的是 SD 的那个比例，而且我觉得 SD 的比例要比正比例要好看很多。而从细节刻画上来说，各处的造型、喷口刻线啥的都做得不错。然而，作为一台定价超700元的产品，全身上下除了金色，几乎没有涂装。虽然说这次的塑料的水纹和发色还算不错，但作为高定价的魂线产品，这种涂装都敷衍的就是原罪。武装方面，左右小腿外侧还原了光束键的收纳机构。当然，其特殊的光束特效造型也给了还原，接着就能摆出这个游戏里超帅的十字斩了。另外，光束剑柄这里的收纳有个小技巧，直接插是没有办法把剑柄插进去的，需要把光剑给搭到槽内，然后再合拢舱门，剑柄就会被顶进凹槽里固定住。另外，凤凰高达配备了2把手持光束步枪，枪管的前端可以展开一段，2把枪就可以像这样尾对尾的对接在一起了，对接后就能获得更大的光束出力。另外，凤凰高达的前后4片羽翼尖端也集成了高能米加粒子炮的炮口，所以机体本身就自带强大的重火力。然后就是小时候一直不知道它从哪儿掏出来的浮游炮了，是外侧机翼的灰色部分弹出来的特色武装羽毛浮游炮。那戴哥自然是不会帮你完全还原的，翼片的部分是一整个零件给拿下来，倒是浮游炮的部分给你做了全独立分件。另外还给了2个透明的半圆弧来供搭载浮游炮，浮游炮也是只能看正面啊，背面是插孔。不过我有一事不解啊，他妈的既然都给了2个特殊连接件了，你怎么不给我个支架啊？2组浮游炮怎么都要2个支架吧？结果就是说明书上直接叫你去买魂 stage， 压死嘞！那我能怎么办呢？地主家也没那么多的支架啊，我只能是自己给 P 上去了，看起来效果还行吧。好了，那最后凤凰高达还有一项必杀技啊，就是把自己变成月牙天冲啊，不是，把自己变成凤凰冲过去911对面。那这个变形机构戴哥必须得还原了，毕竟基本就是一趴变形的事情。变形第一步，换上2个握枪手，握持2把光束步枪，然后把头去掉。膝盖这里有个小的下拉机构，然而大家也能感受到视频里这个松垮的幅度啊，更不用说这么点长度的展开距离都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啊。接着把脚掌并拢合紧，然后将整个脚掌向下翻折，使得脚背尽量与小腿平行。接着向外掰2侧的背部推进器，然后就能把脊椎这里的限位的红色零件给取出来了。接着就能将整个胸腰向后翻折90度，使原本头部的位置与2条腿平行。这里是没有限位的，所以很容易松脱。接着把机头的替换造型件给插到原本的头部，把2个手先向内旋转，然后把2个翅膀贴住手臂，不过这里是没有任何限位的，所以贴不贴得住也无所谓了。接着就是把整个手臂向上向后翻折过去，翻折好后持续调整角度到理想的状态，然后就能看到后面的2片机翼外侧是有小卡榫的，这应该是整个变形中唯一的固定位点了。接着就是把2边的翅膀给拼合起来，然后2把枪的握把处是可旋转的，把2个枪调转枪口朝向前方，当然朝向什么方向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最后再把支架的连接件安装上去就变形完成了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安装啊，但我手里的这一台如果不装的话腿会掉下来，所以相当于是个固定器了。那全部装完后的 MA 形态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不过如果想要施展近距离的冲撞，还得进一步展开为突击模式。首先把2个机翼外侧的这个零件给拔下来，安装上这个展开用的连接件，短的那一端用来插进去，长的那一部分是用来填补液压杆造型的。接着把刚刚拔下来的2个零件再分别的插回去，接着把3个部分的翼片都展开拉出来一段，当然这里也没有固定位点。OK， 那么突击模式的凤凰高达凤凰形态就变形完成了。那设定中突击模式下呢，凤凰高达会从刚刚展开的部分释放高热金属喷流，包裹住全身，然后像火凤凰一样撞向敌人，和神高达的神手指闪光指是一个原理，不愧是集结了所有黑历史与世界观的神机啊。那以上就是凤凰高达这次2魂的所有玩点了，剩下唯一没提到的就是这4个手型了：握剑手、握拳手、开掌手与握枪手，以及这个能变成遮掩模式的替换天线了。当然设定中天线下滑遮住眼睛是为了变形，但玩具这里并不能一体变形，所以这个天线除了用来拍定格以外，还真的没有什么出场的机会。
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个人是真的超高的期待，结果超级的失望。如此定价，结果实物如此质量，我是绝对不会推荐给任何人的，除非你想不开。当然了，也不排除是因为我中奖了。不过这种题材，我觉得之后肯定会暴跌，所以先别着急下手。反正我是非常不推荐现在去买的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下期再见。